提到商界网红，现在雷军是代表人物，但在雷军之前还有一位重量级角色，他有学霸型的大脑，明星般的颜值，海外名校背景。他给自己拍了条广告，著名台词"我为自己代言"火遍大江南北。没错，他就是陈欧，聚美优品创始人。在电商行业的风起云涌中，陈欧带领聚美优品响彻互联网，从成立到上市仅用4年时间。甚至陈欧本身还成为纽交所200年历史里最年轻的 CEO。然而，这手好牌被他打得稀碎。聚美优品早已退市，陈欧也低调消失。直到前段时间，一则行政处罚又把他拉回到公众视野。10月24日，北京市密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聚美优品关联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理由是聚美优品官网和 App 系统老化，缺少日常维护，系统出现故障，商品未展示评价内容和评价板块。据网友测试，目前聚美优品 App 在 iOS 已下架，部分安卓手机应用市场可下载登录， App 内依旧有商品可供选择并正常付款，但不清楚是否会发货。至于陈欧本人已退出聚美优品关联公司，目前全力投入到短剧行业。聚美优品为何失败？陈欧干了哪些骚操作？这期品牌故事和大家详细聊聊。既然陈欧是主角，那我们就重点从他个人事迹聊起。1983年，陈欧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之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闪闪发光。小学时期斩获多个奥数奖项，小学毕业之后直接跳级到初2。16岁那年考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拿到全额奖学金。大学时，陈欧爱上了打游戏，一手魔兽争霸玩得出神入化，一度成为学校电竞协会核心成员。不过学霸之所以是学霸，打游戏肯定不只追求游戏体验。他发现魔兽争霸虽然风靡全球，但游戏平台做得很烂，并且跨洲对战市场尚属蓝海，这让陈欧嗅到商机。于是在2005年拉来校友刘辉，搭建起了一个立足东南亚、辐射欧美的国际性游戏对战平台 GG Game。 这个平台迅速在东南亚市场崛起，用户数量超过1000万。陈欧初尝创业成功的滋味。隔年，经朋友介绍，陈欧在北京翠宫饭店结识了他未来最重要的创业恩师——真格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徐小平当场提出要投资 GG Game， 但陈欧后来以拿了投资人的钱去读书不合适，拒绝了徐小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陈欧当时要远赴斯坦福读 MBA， 作为学生的他还不懂如何管理公司，希望把更多时间放在学习深造上。至于对 GG Game 的管理，就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负责。然而令陈欧没想到的是，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一心想着上位，几番操作后，公司股权发生变化，陈欧逐渐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最终在2009年初，他卖掉仅剩的35%股份，彻底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不过好在卖掉股份的钱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2009年6月，陈欧拉着在斯坦福结识的师弟戴宇森回国谋划第2次创业。他发现社交游戏植入广告在国外已经如火如荼，但国内基本没人做，是个不错的商机。对此，他找到创业导师徐小平寻求资金支持。只喝了一会儿茶的功夫，徐小平就答应投资50万美元，条件是陈欧必须留在国内专心创业，而不是像上一次跑去学习深造。但陈欧表示拒绝。最终徐小平妥协，只给了陈欧18万美元，并且低价出租一套房让他做创业基地。靠着18万美金，陈欧再次进入游戏行业，只用了6个月就把产品开发了出来。但社交游戏内置广告这种盈利模式在国内严重水土不服，每月只有3000多的流水，完全入不敷出。几番折腾下来，他的公司账上只剩下不到30万。为了给投资人一个交代，陈欧急需寻求公司转型。困境之下，陈欧想到了化妆品电商。之所以选择这一赛道，是因为陈欧看到了中国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以及市场上缺乏一个可信的化妆品网站的空白。陈欧认为，做这个别的男人不好意思做的行业，可能反倒是自己的机会。2010年3月，陈欧带着3个人，仅用2天时间便推出了团美网，而这家网站正是聚美优品的前身，主要采用团购模式卖化妆品。陈欧上架的首款大牌美妆叫做倩碧黄油，为了吸引人注册，当时直接以专柜价打半折开售。此举非常成功，没有女孩能抵挡住这种诱惑。仅仅半年之后，注册用户突破10万人，团美网也正式改名为聚美优品。这时徐小平找到陈欧，顺手又投了500万，然后建议陈欧利用自己的形象效仿张朝阳打个人品牌为公司代言。毕竟一家卖化妆品的公司背后有个帅气的老板是非常容易吸引女性用户关注的。起初陈欧很犹豫，
但迫于压力还是答应了。他先从人人网和微博入手，用自己的影响力营销自家的产品，效果还不错。2011年3月份销售额就达到了 1.5 亿。紧接着，新的投资人红杉资本嗅到聚美优品的前景，大手笔给了1000万美元级别的资金支持。这下陈欧压力更大了，必须要玩波大的给投资人看看。于是2012年，陈欧亲自代言拍摄的重量级广告片上线，一句我为自己代言让陈欧和聚美优品一炮而红。陈欧体也开始占据卫视黄金时段，铺遍各大地铁交通广告牌。广告播出1个月后，聚美优品的独立 IP 访问量由100万上翻2至3倍，一天接到超20万个订单。甚至陈欧还因此进军娱乐圈，快乐女声、非你莫属、天天向上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当年10月份，陈欧趁热打铁发布新版广告，主角还是他自己。1年后，再次携手魏晨推出 3.0 版本的广告，几番营销下来，聚美优品迅速窜红。2013年，聚美优品3周年促销季，仅用3天时间就获得了10亿元的销售额，全年销售额超60亿元，牢牢占据电商美妆行业第1名。第2年5月，聚美优品顺利在美国挂牌上市，成为中国上市的美妆电商第1股。开盘后，公司市值达到 56.5 亿美元，陈欧也顺势成为纽交所200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市 CEO。后面的故事就在大家意料之中了。上市仅1个月，聚美优品股价大跌，原因是再次陷入了假货风波。为啥说又呢？因为聚美优品上市前1年就被人曝光过 90% 产品是假货。当时为了逆转口碑，陈欧与各大国际化妆品牌渠道商代表联手，共同牵手《中国化妆品电商真品联盟自律倡议书》。另一方面，用法律手段起诉造谣者。最终调查结果显示，聚美优品被造谣，假货风波自然平息。但上市后的新一轮假货风波却被证实是真的。聚美优品平台上以 Burberry 为主的多个奢侈品牌全都是高仿假货，品牌授权文件和海关单也是 PS 伪造的。霎时间，聚美优品官网正品低价的口号像个笑话，消费者和投资人对聚美优品的信任也降到冰点。陈欧立即在网站首页向消费者致歉，表示平台监管存在纰漏，以后一定会加强管控。然而道歉发出后，事情更加严重了。娇兰、兰蔻等一线大牌为了避免受到牵连，纷纷发出声明撇开关系，根本就没有和聚美优品合作。自那以后，聚美优品销量接连下滑，再无往日风采。其实这样的危机爆发是迟早的事，关键就在于聚美优品的模式本就不靠谱。因为聚美优品坚持低价策略，国际大牌为了维护品牌形象，不愿意低价向渠道商供货，所以聚美优品绝大部分商品来自于代理商和第三方卖家，其中第三方卖家的 GMV 占总体的 48%， 这就导致品控很难监管。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被聚美优品的低价所吸引，为了维持流量，聚美优品必须一直保持低价，这一方面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常理。低价购买大牌正品本就违背正常的商业逻辑。再后来，阿里、京东巨头下场，新兴电商走红，聚美优品逐渐泯然于众人矣。直到2020年黯然退市，陈欧带着6年败光300亿的称号消失在网上。那么陈欧干嘛去了呢？其实陈欧很聪明，早就谋划转型了，乱七八糟投资过不少行业。咱先说几个失败的案例。2017年，网贷遍地走的陈欧在聚美优品 App 里搞出了一个名为颜值贷的网贷业务，后来因涉嫌违规向学生发放贷款和暴力催收被关停。同样是2017年，陈欧还跨界搞智能家居，推出空气净化器，但即便自己代言也没人买账。然后到2019年，陈欧全力进军短视频行业，搞出来一个刷宝 App， 号称可以一边刷视频一边赚现金。当年陈欧对刷宝 App 很上心，营销声势浩大，砸重金上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帮忙打广告。但1年后，刷宝 App 被用户举报，压根就不能提现，并且涉嫌侵权，最后吃了场官司，判赔500万，惨淡关停。当然，陈欧也有干成功的事业。2015年，陈欧投资 3.72 亿元开发做母婴产品的宝宝树平台，只用3年时间就将其做到港交所上市，成为母婴社区第1股。即使后来发展乏力，但确确实实给陈欧大赚了一笔。2017年，在共享经济备受质疑，尤其是共享充电宝被认为是伪需求的大背景下，陈欧经过谨慎判断，斥资3亿元现金全资收购接电。这件事当年特别火，王思聪看了都放出豪言，共享充电宝要是能成，我吃翔，立铁为证。但事实证明，接电做得真不错，站稳行业头部地位，一直到去年10月，陈欧才套现离场。至于现在，陈欧做的事业是短剧，没错，就是那种比爽文还爽的网络短剧。大家别忘了，
陈欧不是普通的老板，他是混迹半个娱乐圈的，天生比别人更适合吃短剧这碗饭。早在2016年，陈欧就带领聚美集团涉足了影视领域，亲自担任出品人，投资拍摄电视剧《温暖的弦》。该剧由张翰、张钧甯等明星主演，2018年4月开播，占据多个电视剧热度榜榜首。虽然剧情老套，评价一般，但为陈欧积累了不少行业经验。去年短剧大火的时候，陈欧就清掉了接电的股份，成立郑州空港聚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于今年3月中标了郑州航空港竖屏电影基地项目，将搭建18到20个拍摄场景。说白了，就是打造出一个专门拍短剧的影视城。除此之外，陈欧还亲自下场拍短剧。在某音上，一个叫做美丽剧场的账号就是陈欧旗下的短剧平台，目前已发布100多个短剧作品，其中包括已完结的《团宠妈咪总裁日夜感情敌》，正在更新的《摊牌了，我的5个哥哥是大佬》，《福禄千金横扫全城》等剧。不过和主流同行相比，美丽剧场热度并不高，账号粉丝3万出头，总点赞数30万左右，部分作品甚至只有个位数点赞。总的来说，陈欧做了1年的短剧，整体上并不出色。而且短剧行业水很深，一边是入局的大佬越来越多，另一边是监管越来越严，擦边低俗等剧情下架风险大。陈欧如果想要靠短剧东山再起，目前看来很难很难。